想也敢贪，身家满门该杀，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恭喜宿主穿书大梁奸臣传，喜提49日后全家问斩大礼包。什么玩意儿？成精了？放肆！本宝是你的奸臣求生系统，你可以叫我皮爷或者皮大人。系统，我穿越了？不然你以为刚才砍头是做噩梦啊？那是你未来的结局。你爹沈贵才49天后会被定为10亿军饷贪墨案的主犯，到时候沈家满门全部咔嚓。合着别人穿越都是当王妃当皇后，我穿越直接领了个倒计时砍头的剧本，这是什么地狱开池啊！皮大人、皮爷，您神通广大，我这还有救吗？看你上当，本宝就大发慈悲，给你指条活路。快说快说，我全听您的。唯一的办法就是阻止你爹升官。就这么简单，不让他当官就行？简单？他现在只是个五品闲官，黑锅还轮不到他扛。一旦升任户部庄中，立刻就要接手军饷账册，到时候10亿亏空正好扣他头上。一颗珠子代表1天的命，灭一颗就少活1天。官升的越快，珠子灭了越快，死期来的越早。再让他往上爬，你们未必能撑到第49天。最好一步到位，直接让他罢官流放，离京城离户部越远，活命的几率才越大。懂了。先断他的升官路，再摘他的乌纱帽，保全家小命，从坑爹开始。小姐，大喜啊！小姐，老爷3日后参加升迁考核，只要拿10万两银子打点考官，把去年的粮仓差事评成甲等，就能升任户部郎中了。完了，他升官，我们就得升天了，不能让他升啊！可是银子都备好了，就放在东库房。银子哪来的？是夫人当年留给您的嫁妆，老爷不是白拿，借据都写好了。他说先借着打点关系，等升了官翻倍给您补上。首个求生任务已发布，3日内花光沈贵才准备买官的10万两，任务失败，命珠提前熄灭3颗。行，我今天就让他一文不剩。住手！我的小祖宗，快撒手！这是爹升官的命跟头啊，是爹的前程啊！正因为是升官用的，才一文都不能留。爹连借据都给你写好了，等爹当上户部中正，10万变20万，全还给你。等你当上户部中正，我等来的不是20万，是鬼头刀。什么刀？胡说八道什么？反正这银子今天说什么也不能动。老爷、小姐，你们别拽了，箱子都要散架了。城西鬼街急售，整条作价10万两。价钱正好，来人，把这10万两银子全都给我抬上车。你个败家丫头，你要拿10万两干什么去？这是10万两，10万两啊！干什么？当然是拿去败光。刚从断头台醒过来，转头就花10万两买条闹鬼的街。宿主，你这败家速度也太离谱了！只要我爹升不了官，别说鬼街，坟场我都照买。10万两，一文不少。这条街我买了。姑娘爽快，沿街48间铺面，后院宅地，连整条街的地皮一价全包。就是街里还有几户没搬干净的旧租客，您买下以后是赶走还是留下，全凭您自行处置。银货两地，绝不反悔。不能签！满，这地方连鬼都嫌晦气，签了要倒大霉的。成交。快把银子抬回去入库。新东家已经画押，可以请柬了。
两花光了，您那升官打点的银子没喽。爹，这户部诸事中啊，咱怕是升不成喽。造孽啊！你这是要爹的老命啊！首个求生任务完成，沈贵才争任户部中丞的概率大幅下降。看见没有，这叫花钱消灾。先别得意太早，一般情况下系统逢好事必谈奖励，现在鸦雀无声，这是憋大招坑你呢。这就是牙人说的几户旧租户。无籍流民268人，逃税黑商户48人，失联军户11人。恭喜，你爹的官还没败掉，你先给自己买了一条私养流民、图谋不轨的灭门大罪。我的小祖宗，你这买的哪是街呀？你是给你爹来了个斩首大礼包啊！求东家别赶我们走，我们没有户籍，出了鬼界也无处可去。我就想败掉10万两，断个升官路而已。奉府衙之命，清查鬼界户籍，无籍无保无安置文书者，全部所拿入狱。新东家连责问罪。小草，我的小草。温馨提示，你现在转身走，最多亏10万两，回家再挨你爹一顿哭。但你要是再往前一步，可真就承认是他们的东家了，到时候砍头都得排第一个。沈小姐，这些人你认还是不认？沈小姐，最后问你一遍，这些人你到底是认还是不认？听我的，说不认，官差只抓他们蹲大牢，你最多亏10万两打水漂，罪不沾身，稳赚不赔。这条街我刚买的，人是早前就在这儿的，确实与我。小草，我的儿，你醒醒！沈小姐，求你宽限3日。这孩子染了风寒，离了这遮风的地方，他怕是要熬不过今晚了。求你发发善心。如果我不管他们，能多活几天？你活多久不好说，但这小丫头铁定熬不过今晚。看什么看？新手礼包剩的存货，再不吃就过期了。省得人死在这儿，整条街都沾了晦气。谁告诉你他们是无家流民？他们都是我刚雇下的修街伙计。无户籍无保人，无顾籍文书，空口白牙，凭什么让本官信你？按大梁访视率，新主接手有1天实现清点旧户，报备故宫。现在时辰还没到，官府管的也太宽了。300多号黑户，稍有不慎就是抄家的罪名，你拿什么给他们做保？疯了啊你！拿这条街，再加上我神满满的名字，够不够？好，我就给你这1日期限，明日卯时之前，地契、名册、籍怪、宝状4样必须齐全，少1样，他们按黑户收押。你这个做保人和他们一块儿进去吃牢饭。明日卯时，大人只管来验。谢东家收留，谢东家救命！先别谢太早，我就保你们到明天早上。过了卯时该去哪儿去哪儿，别赖上我啊！东家敢为咱们单掉脑袋的风险，咱们不能当白眼狼。能动的都搭把手，先把街面清出来，别给东家添乱。327口人，姓名、年庚、籍贯来，明早卯时前一字不差全填完。差1个，咱们父女俩都得进去。离明早还有多久12个时辰。？12个时辰，我的手血冒烟了也填不完啊！哼，填不完，那正好，咱们父女俩凑个伴儿，一起带家游街，路上还能互相递口水喝。温馨2选1，
现在开始熬夜爆肝写名册，还是先练习怎么带家比较好看？姓名原籍，会啥手艺？麻溜说。王二柱，青州的，会砌墙。青州哪个县？光写青州2字儿，官府怎么核查？这么问到天亮也填不完。等写完，咱们父女俩先手拉手蹲大牢了。都听好了，木工瓦匠站到红纸底下，打铁补锅站到黑纸底下。以前有过户籍的站左边，没籍的站右边。都别挤，排错了今晚睡大街。5户一组互相作保，原籍同县的归到一块统一核当，手艺人单独列册算不公，各组组长往前站。可以啊，你们父女俩登个记还对上暗号了。之前在家没少合伙藏私房钱吧？他以前管库房，怕账本被人调包，长短节末点横摆方方位都是暗记，我闭着眼都认得。一个会把人分得明明白白，一个会把规矩钻得清清楚楚，绝配呀！爹，您这熟练劲儿，平时没少研究怎么钻户部的空子吧？什么叫钻空子？爹这叫熟立户部规制，专业的。难怪户部亏空这么大，合着都是熟门熟路的。东家沈老爷，这20多个人救济文书早年逃难时全丢了，也找不到同乡作保，实在是凑不齐手续。无原籍无保人，按律是要遣送的，官府绝不会认。别连累东家，我们自己走。等等，他们住在簋街，替簋街做工修街，就是簋街的人，找不到个人作保，就由我这个东家作保。胡闹！真出了事，这掉脑袋的责任你担得起吗？不替他们作保，他们天亮就会被带走。那咱们熬这一夜，图什么？真是上辈子欠你的！真出事，爹第一个把你推出去顶罪。327人，一个不少，分类清晰，保状齐全，人可以留下来。圣旨到，沈柜台接旨。沈桂田安置流民，清理积筑有功，经右相魏崇山举荐，擢升户部郎中，即刻赴任。我升官了。沈贵才进入军饷案核心岗位，死期提前5日，恭喜宿主！一夜爆缸奋斗，成功封少活5天。这波叫救人一夜，送爹升天。不对啊，名册才刚验完，升官的圣旨就到了，这速度比报喜的喜鹊还快。10万两没送出去，他还是升了。看来有人比你爹自己更急着把他送进户部。本该拿去打点升迁的10万两银子，没有送进卫府，却换来327名新户。沈家是在安置百姓，还是借簋街藏匿军户，聚众养私兵？王爷误会，天大的误会，都是小女胡乱败家。爹，别怂，钱从哪儿来，花到哪儿去，地契、名册、账册都在，王爷尽管查。但这些人已经登记造册，立下保状，现在是簋街的住户，不是犯人。是不是犯人，还是有人借机豢养的私兵，得本王查过才知道。晋王顾修远，朝堂活阎王，专查贪腐军饷案，特别适合给你们全家送终。沈满满给了你什么好处？一间遮风的屋，一份修街的活，还让我闺女活到了今天。地契、户籍、保状都是真的。那王爷现在信了，我就是单纯败家，顺便做点善事。只能证明你暂时没有养私兵。从今日起，簋街的每一笔银子，每一名进出人员，都由靖王府合院登记。听王爷这意思，是打算在我这簋街常住，当免费监工？直到本王查清，你这10万两，究竟是单纯败家，还是换了种法子收买人心？行啊，王爷想住，我必定好好招待。本王就住这儿。
眼神不像是要开客栈，倒像是要就地开席。普通客栈多没意思，我打算为王爷量身打造一家地府客栈，好好招待这位活阎王。这买卖听着就短命。本王倒要看看，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吉时已到，开门迎鬼。是迎客，会不会说话？住进这种地方，早晚的事儿，提前预热一下怎么了？东家，房间的名字真不改了？不改了，1楼大堂就叫奈何桥茶座，2楼客房或审命香台，最里头那间上房就叫王死城。本王住哪间？王死城天字1号房，特意给王爷留的。改造花了3000两，伙计工资翻倍，开门半个时辰，连个鬼影都没进来。这次总该稳亏了吧？恭喜宿主，终于干成了一件人增鬼贤赔本买卖，不容易呀！沈满满，爹让你开客栈，你直接把祖宗18代都请来住店了，这是客栈还是灵堂啊？爹您放心，没人敢来，亏得特别稳定，绝对升不了官。就是这儿，京城独一份的地府客栈，可算找到了。听说连靖王都住在王死城，本公子包他旁边那间，住1个月，多少钱都成。奈何桥茶座还有位置没？价钱翻倍也行，我就要坐那儿喝茶。哎，别急，奈何桥望乡台全满了，全满了。不许收，听见没有？东家，30间房全订满了，外面还有100多人排着队要进呢。沈小姐的赔本生意倒是比京城最红火的酒楼还热闹。让你装鬼吓人，你倒好，把鬼街开成了庙会，宿主你这败家天赋变歪了啊！赚钱是因为我收了房钱和茶钱，那下一家就开免费的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免费午睡馆。本宝突然觉得站着睡也挺好，不用棺材，真的。张大人，宴席马上开了，尚书大人正找您呢。够安静，也没人找得到，好地方啊！这口棺材，本官包1个月。说了免费，一文不收。免费？你开的哪是午睡馆啊？你这是银子的往生堂，到嘴的银子都给退回去了。他们就这么喜欢睡棺材，图啥呀？不是喜欢棺材，是喜欢没人打扰，还不要钱。这年头当官的经商的，哪个不是被应酬追着跑？东家，午睡馆确实1文收入都没有，账上干干净净。可他把客人全引进鬼街了。鬼街自营的茶铺收入翻了3倍，饭铺翻了2倍，地府客栈又续订了20间长房，连街边的杂货摊生意都好了不少。你免费送睡觉，其他铺子替你赚钱，这买卖又活过来了。你这败家 buff 怎么还带反向生效的？张大人，朝中官员免费住进沈家的棺材，是单纯午睡，还是收了什么不该收的好处？王爷，我真没收银子，这是真的不要钱，我就是躲个酒局。免费招待朝臣，聚集京城商户，沈小姐还敢说你不是在收买人心？王爷见过用棺材收买人心的，送口棺材图啥？图您早点安息。本王今日倒真是见识了。封馆查账，所有人不得离开。查归查，能不能等本官睡醒？这刚躺下没半个钟头呢。免费床位，免费热水，连醒神茶都不收钱，你到底图什么？图亏钱。说实话。这就是实话，亏钱我高兴，不行吗？
午睡馆确实没有半分进账，地府客栈和鬼街所有自营铺面的收入全部记在公账上，税银按月缴清，票据都在。官员不得送礼，商户不得行贿，违者永不接待。这都是小女定的歪规矩，所有客人一视同仁，谁敢偷偷塞银子，连人带枕头一起扔出去，绝不含糊。账目无异，查不到收买朝臣的证据。那就劳烦王爷把封帖都带走吧，别碍着我家客人睡觉。午睡馆可以继续开，但鬼街公账每日送靖王府10院。王爷管得这么宽，不如顺便替我看柜台，还能省伙计工钱。不必，本王怕你连柜台一起免费送出去。怎么又来？这宣旨的公公住我们家门口了。沈贵才接旨，沈贵田安置流民，盘活鬼街商铺，增补商税有功举荐，经右相魏崇山侍郎监管北仓转运及军饷清册，即刻赴任。侍郎，爹又生了。系统提示：沈贵前开始接触北仓转运及军饷清册，死局再次加深，倒计时加速。不光升官，还直接摸到10亿军饷案的核心账本了。这哪是升官，是往断头台上递台阶啊！又是魏崇山，你每立一桩功，他便将你向上推一步。相爷赏识我，难道还是坏事？要看他推你上去，是让你办差，还是让你担罪。免费也能赚钱，是因为钱都流进了别的铺子，钱留在账上，就会变成他的政绩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你别打公账的主意。那就全部发成工钱，一分不留。双倍！你这是要把沈家当善堂开啊？工钱双倍，食宿全包。工具坏了管换，受伤了管医。你刚救活一条街，又准备把银子集体送走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这回我看他怎么赚。招工了，招工了！腿脚不便者优先，伤残工匠优先，工钱双倍，食宿全包。双倍工钱！你是想趁爹还没被你气死之前，先把沈家直接败没是不是？不把银子花出去，难道留着以后抄家的时候给官府送业绩？你败家就败家，至少招些能干活的，招一群行动不便的，能做什么？沈大人觉得我们不能干，小人只是腿坏了，手艺没坏。听见没有？招的是工匠，又不是选跑腿的，手艺好就行，腿好不好使不耽误干活。工钱双倍，食宿全包，不会的可以学，有真手艺的直接当师傅，带徒弟另加钱。谢东家。双倍工钱，免费食宿，还要添新工具，这哪里是招工，是给银子集体发丧，一车一车往外送啊！东家，首次置办工具的银子单独记账了，即便扣掉工具钱，照现在的人手和产量，每日仍要净亏3000两。一天3000两，真的太好了！终于有个像样的亏损了，这波稳了。每日3000两，不出1个月，连爹的棺材本都得赔进去，你个败家丫头！正合我意啊，爹，亏得越多，你的政绩就越少，咱们越安全。给爹3天时间。干什么？你还能把银子变回来？3天之后，爹让他把亏掉的银子一文不少的吐回来。一天3000两的窟窿，你拿什么赌？靠画墙？拿脑子。坐着稳的做雕刻，手劲大的磨刀刃，腿脚不便坐得住的就负责精细装配。谁最擅长什么就只做什么，不用从头做到尾。从前一件农具都是一个师傅从头做到尾，费工又费时，所以你们做得慢，工钱摊下来就贵。拆犯工序各尽其长，速度自然就上去了。拆得这么碎，最后还能拼起来吗？别到时候散架了。你懂什么？这叫各司其职，各尽其长。我看你就是心疼银子，变着法儿抠门儿。工钱从沈家账上出，爹当然心疼。不心疼，等着被你败光吗？一个怕亏的不够多，一个怕赚的不够多。沈家能活到现在，全靠祖宗命硬，真的。开工，让这丫头开开眼。
半个时辰，2刻钟。东家，人数没增加，工钱没减少，产量却翻了3倍。照这个速度，就算农具卖得比市价低2成，也有不少利润。亏损很快就能点平。看见没有，爹救的不是工坊，是沈家的棺材本。恭喜宿主，每天3000两的窟窿还没捂热乎，就让你爹堵上了。闭嘴！做得快，不代表东西一定好，还得真正下地试过才算数。要是不好呢？不好就全部重做，损失沈家认了。要是好呢？那就等着收钱。听说沈家让一群残废造农具，我当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，原来是瘸子锅坊。敢不敢下地比一场，看谁的梨好用，谁的更耐用？比。你又准备拿什么打赌？别冲动。输了，这批农具全部重做，损失我1分不少赔给农户。赢了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他们道歉。好，明日郊外试田，输了可别哭。谁哭还不一定呢。跑得快有什么用？农具要的是结实耐用，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。刃口没卷，木榫没松，严丝合缝，比寻常木犁轻3成，老人妇人也拉得动，是真好用。手艺好不好，弟已经替他们说了。东家，这梨卖多少银子？不贵不贵，只卖市面普通木劳的6成价，量大还能再优惠。我要2把，给我家大儿子也带1把，给我们村留10把，开春正好用。先收我的定金，我先定。6成价还能赚钱？没道理啊！工序拆得细，废料剩得少，人手不浪费，卖6成价还能净赚2成。恭喜宿主，你本来想养一群闲人吃饱沈家，结果养出了一窝活财神。你到底站哪边的？叛徒！哼！本宝永远站在银子这边。掌柜，方才的赌约还作数吗？是我有眼无珠，小看了各位的手艺，对不住了。不行，再这么卖下去，功德都快攒满了，肯定又要出事。圣上口谕到，沈贵才接旨。新市木犁试田利民，安置仓财救宿有功，结果已报入宫中。圣上上宣户部侍郎沈贵才明日携新犁入宫问话。爹，明天进宫，你能不能少说2句，别什么功劳都往身上揽。放心，爹最会说话了，保准给你正脸。完了，这老头又要生了。残残旧族有了生计，百姓也能用得上便宜农具，一举两得。沈贵才，这件差事你办得不错。回陛下，都是小女胡闹折腾，臣不过是替她收拾残局罢了，当不得陛下夸赞。我让他少说2句，他句句都在给官帽添砖加瓦，谦虚比吹牛还管用。陛下，残工造物之法若推广各州，需户部统一拨银合账调运，事务繁杂。沈侍郎熟现杂账，又亲自经手此事，可暂属户部尚书事，总理此事。准。北仓转运与3年军饷旧账，也一并交由沈贵才复核，务必要查个清楚。系统提示：沈贵才接手北仓3年旧账，正式进入10亿军饷案核心，原定死期提前12日。官帽是高了，脖子离刀口也更近了。相爷说，沈大人最善于理账，北仓旧账交给您，他最放心。3年旧账都交我查，这是相爷看中我，是天大的信任啊！这些账以前是谁管的？历年经手之人众多，
早已调任各处，说不清了。要是旧账本身就有问题呢？缺漏窟窿也算我爹的？沈小姐，查账之人自然要给朝廷一个交代，账有没有问题，得沈大人查过才算。爹，这些账不能随便签押，更不能随便认。爹在户部混了这么多年，还能让几本破账坑了？放心，我怕坑你的不是账，是送账的人。账箱都装好了，明日一早就送往户部的官车里。最底下那本蓝封副账拿走，剩下的让沈家自己跟朝廷解释。不好，出事了！有人要把旧账连人带账一起烧了！先把马放出来，别让火烧到正院。提水，都提水了！左边官车，危险提示都快炸了！他们真正想烧的不是马厩，是账。沈妈妈，沈妈妈，你给爹回来，不要命了！本宝只负责报丧，不负责陪葬啊！那你倒是指条活路，光喊有什么用？右边侧窗，再慢点，咱们就能原地火化，直接省棺材了。几箱破账而已，值得你拿命去抢吗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这不是破账，这是咱们以后能不能活的证据。没了它，咱们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元和16年转运票据、北仓税册、军需支领部都在。怎么了？少了什么？老爷，3年前那本北仓旧付账不见了。不可能！那册子我特意锁在最底层，怎么会不见？这种紫金缰绳穗，我只在魏府的马车上见过。火是幌子，他们是趁道来偷账的，故意放火烧现场，让我们说不清。御史台接到密报，户部暂署尚书沈贵才纵火焚毁北仓旧账，意图灭证，请沈大人随我们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火刚灭，弹劾的公文就到了。火是现点的，罪名是早写好的。御史台连夜上奏，圣上命本王彻查沈府纵火毁账一案，查清之前，沈家名下所有银钱账册及产业一律封存复核，不得擅动。王爷，火是别人放的，账也是别人偷的，我们也是受害者啊！证据呢？火场留下了魏府马车上的紫金穗，定是魏府的人干的。京中王侯公卿、达官显贵使用紫金穗的车马不止魏府一家，单凭一节穗线定不了罪。可弹劾公文来得比火灭的还快，这还不够可疑？就像有人掐着点等着告状。可疑，不等于能定罪。当务之急是先找到真正接触过账箱的人，查清楚付账的去向。回王爷，这是户部官仓专用的火油桶，烙印错不了。火油来自官仓，我爹总不会蠢到用户部的东西烧自己户部的是栽赃吧？火油来自官仓，只能证明放火之人能够接触户部物资。沈贵才身为户部主官，管仓的仓役、运油的差役以及沈府内应，人人都有嫌疑。我烧自己的官车，还把火油桶留在原地当证据，我有这么蠢吗？按你爹平时的表现，确实不好说。火油能从官仓进沈府，账也能趁乱从火场失踪。沈家内部必有接应之人。查昨夜值守名单，所有近3日进出沈府、进出户部官仓的人，一个都不能漏。王爷，国防停1天，我们就少1天工钱，几百号人等着吃饭呢。御史台指控沈家借鬼节转移北仓赃银，借产业洗白赃款，
圣旨令沈家名下产业一并封封，不是本王能私自放行的。这些铺子的账，你每日都在查，每一笔进出都有记录，里面每一文钱干不干净，你比谁都清楚。正因本王查过，知道你没做赃淫勾当，才只是封存复合，没有索拿鬼街百姓。沈满满，尽快找回付账，证明沈家清白，铺子才能早点开张。暴雪封城，城门即刻关闭。求求你们，让孩子进去暖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撕开封票就是妨碍王府查案，30大板起步，还得加罪。不撕，这孩子撑不过今晚。沈满满，等你的封令撤下来，神都已经动硬了，到时候再清白有什么用？客栈内还要待查丈量证证，证据若有损坏，谁来担这个罪责？我负责。你担不起。那就等雪停以后，再算我担不担得起。擅毁查封，妨碍办案，这笔罪，本王先给你记着，雪停了一并算。记清楚点儿，别漏了。夫人孩子住2楼客房，老人留在1楼大堂。能走动的青壮帮忙搬炭抬水，所有人先喝1碗热姜汤，不许争抢，人人都有。擅毁查封，30大板起步，你屁股要开花了。先见账，以后再说。本宝只管命珠，不管屁股，矮板子又不掉命珠。东家，客栈的粮、午睡馆的炭，再加上鬼街各铺的存货，最多只够3天，还是省着吃的情况下，几百张嘴，1天2顿稀的。照现在的吃法，第3天中午连锅底灰都分不上。把所有铺子的门都打开。东家，那些是鬼街最后的家底。家底没了还能挣，人没了就真没了。王府侍卫留下2队，看守账房和政务区，寸步不离。其余人开门救人。地府客栈收妇人和孩子，午睡馆收老人和伤员，饭铺统一熬粥，所有粮食按人头发，谁敢多抢1碗，明天罚扫整条鬼街，连棺材缝都得擦干净。东家，客栈2楼还能塞60人，午睡馆还能腾出28口棺材床。这话听着不像救灾，像在提前分配墓地，还带精装修的。闭嘴！去数木炭，数错了今晚你睡棺材去。木工组，跟我去漏风窗，腿脚利索的去巷口接人，剩下的帮着搬粮食。数百人同时涌进鬼街，竟然没乱。327份流民名册，我都捋得明明白白，这点人还能乱到哪儿去？东家，又收进来100多人，原本够吃3日的粮，省着吃最多也就能撑2天。先减掉壮年男子的晚饭，孩子和老人照常供应，1顿都不能少。你准备让鬼街的人饿着肚子救灾民？王爷若觉得不妥，可以回王府搬粮，我不挑。回王府调存粮和冻伤药材过来。别误会，本王只是不想明日继续查案时，鬼街先饿死一片，平白多添事端。王爷放心，给王府记账1厘米都不会少算您的。你倒是半点不肯吃亏。亲父女祖传手艺，一个算盘打钱，一个算盘打命，凑一块绝了。东家，城西巷口又塌房了，底下还压着人。还有一点气。脉若游丝，再拖半刻钟，真就能直接开席了。啊！
热食、棉被全搬进午睡馆，越快越好。他已经冻僵了，贸然移动未必能救回来。没断最后一口气，就不能算死人。以前是拿棺材吓人赚银子，这回能不能拿棺材救人，就看今晚了。脉搏几乎摸不到了。冻伤的人不能直接用火烤，一烤皮肉就坏了，得慢慢回温。找2名有经验的妇人替他换下湿衣，热食多裹2层布，凉了立刻换。没醒之前，绝对不能强灌热粥。明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他这口气，风稍微大一点都能吹没。那就把风挡住。小姑娘，醒醒，叔还欠你1碗热粥，加咸菜的那种，香得很。东家，要不再等？你已经尽力了。王爷查案会因为证据难找就不查了吗？不会。那我救人也不会。热食，快！活了，孩子活了！先别围着他，散开点透气。温水1小口1小1口喂，今晚必须有人轮班守着，半步不能离。能救命的就是好东西。棺材铺没做成死人生意，倒先把活人救回来了，这买卖算不清是赚是亏。救人不能直接续命。命珠只认沈家的死局，不认你救了多少人。你救得了别人，不代表藏在暗处的人会放过你。善心换不来免死干牌。鬼街一夜聚众数百，百姓皆听审满满吊钱，民心所向。人是救回来了，可有人看见的不是救灾，是你能聚起多少人，能翻多大的浪。魏重山对鬼街忌惮加深，沈家死局风险上升。救人没让命珠亮，反倒把仇人招来了，合着好心还办坏事了。你就1个2个人，魏重山不在乎，只当你瞎招他。可你一句话就能让几百人听你安排，在他眼里就不是善心，是威胁，是你有本事跟他抢人心。所以最安全的做法是昨晚关紧大门，看着他们冻死在门外。本宝算得出哪条路风险最低，能多活几天，算不出哪条路才算是人走的。那就别算了。我要是为了多活几天，眼睁睁看着别人死在眼前，那条命不要也罢。哎，你话别说的这么晦气啊！本宝的棺材都快不够你们家用了，能不能省着点作死？救灾期间，地府客栈、午睡馆和沿街商铺继续开放，供灾民暂避。账房、库房和政务区仍由王府重兵看守，任何人不得擅入，违者按妨碍办案论处。王爷总算知道变通了，我还以为你要抱着风叉跟雪洞一块儿呢。本王只是暂时把人命放在政务前面。嘴这么硬，昨晚派人搬来的王府粮食倒挺软乎的。粮食按市价记账，血停了一并结算。谈钱好，谈钱好，谈钱伤感情，但不伤命，划算。信哥昨夜飞进魏府，你救灾的动静，已经有人替你添油加醋报上去了。看来相爷比灾民还关心鬼街，真是辛苦了。他关心的不是鬼街，是鬼街现在听谁的话。让，这可是爹从自家库房最后刮出来的家底，再要就真没有了。什么东西这么宝贝，比你官印还金贵？旧东西不值钱，就是带惯了。沈氏祖宅抵押换银100两，你不是一直说这玉佩是早年朋友送你的吗？别人送的玉佩里面藏着你家祖宅的当票，该交旧账了。这玉佩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一直骗我说玉佩是别人送的？
里面还藏着祖宅的当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都是陈年旧事了，说出来做什么？至少让我知道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，贪了多少，欠了多少，替谁背了锅？一个不肯问透，一个死活不说。你们沈家的嘴比户部的库门还难撬，撬库门还能拿钥匙，撬你们的嘴得用刑。你不说，我自己查。反正这世上没有查不明白的账。小姐6岁那年生了一场重病，高热不退，昏迷了3天3夜。京里的大夫都请遍了，都说您熬不过那个冬天。老爷借遍了亲友，没人肯伸手。没钱别耽误事儿。最后把沈家祖宅连同这块祖传玉佩一起押给了当铺，才换来了救命的药钱。后来呢？小姐病好之后，老爷拼了命的挣钱，赚到第一笔银子，先就把玉佩赎了回来。他说宅子没了还能再买，小姐从小带到大的东西不能丢。都多少年前的事了，提他做什么？那当票为什么藏在玉佩里？赎回来的时候，玉佩已经裂了。爹把当票封进去，是想提醒自己，别再穷到连女儿的药钱都拿不出来。所以你最开始拼命挣钱往上爬，是为了还债赎回祖宅？最开始是，可后来收不该收的钱，签不该签的账，踩着规矩往上爬，不是为了你，是爹尝到了有钱有权的滋味儿，自己不肯收手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倒是不替自找借口。已经拿你当过一次借口了，不能再拿第2次。我不会因为你救过我，就替你做过的错事开脱。但你到底贪了什么？替谁签了什么？军饷暗里到底占了多少？我会一笔一笔查清楚。该担的责躲不掉，不该背的锅也不能认。救女儿是旧账，暖的；贪银子是新账，凉的。2笔账不能混在一起算。老爷小姐，魏相府派人送来了请帖，还有婚书。愿收沈满满为义女，许配魏氏门生，永结两姓之好。认女儿还带送夫婿的，这是认干女儿还是卖女儿？果然如此，先认进门，再嫁出去。魏重山这是想把沈家连锅端回魏府，以后想怎么捏就怎么捏。明摆着是鸿门宴，你还真准备去？去了就是羊入虎口。北仓付账没找回来，沈家毁账的嫌疑也没洗清。现在不去，他正好说我们心虚，顺手再扣一顶不识抬举的帽子，到时候更被动。去了他真逼你签义女金册和婚书怎么办？你一个姑娘家还能当场翻脸？他把满京城的宾客都请齐了，就是想逼我当众认下，堵死我的退路。正好去看看他到底有多怕沈家挣开他的绳子。那可是右相，你别乱来。放心，认爹这种买卖，价钱没谈好，我绝不画押。亲爹尚且要查账，义父当然更得先验家产，算清楚再认，不亏。满满聪慧果决，本相一直视你如自家晚辈，喜爱得很。今日认你做义女，再替你择一门好亲事，往后沈家与魏家便是真正的一家人，荣辱与共。相爷是真心疼我，那见面礼应该不会太寒酸吧？你想要什么？魏府名下3成商铺，5处京郊庄子，再贴10万两压箱银，得写进婚书里，婚后也不能收回。一生义父，换3辈子吃喝不愁，这门亲事本宝批准了，太值了。胃口倒是不小。没办法呀，认爹的买卖，价钱没谈好，我不画押。若本相不给呢？那就是舍不得。既然舍不得家产，也别装得多疼女儿，演得太假，看着累。今日之事，就当本相没有提过，玩笑罢了。只是船已经到了岸边，沈小姐不上船，就要小心，别掉进水里。相爷放心，我会水，还能扑腾2下。
你就不能委婉一点？真把他惹急了，咱们没好果子吃。我要是委婉，他就真敢把我嫁出去拴住沈家。那你也不能张口就要人家3成商铺，你咋不直接要他的相印呢？不多要一点，他怎么知道我不想认爹？真当我稀罕他的义女位置？方法虽然缺德，效果十分显著，魏老头脸都绿了，可惜没看见。他不肯进魏家的门，那就让京城所有人看看，他拼尽全力救下的那条街，会怎么毁在他自己手里。沈家界救灾聚众，饲养流民，图谋不轨，意图谋反。这回要烧的不只是房子，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再不起床，你开的就不是地府客栈，是现场直接入地府拎包入住的那种。都别急，急死得更快。1楼的走正门，环阳贴墙走；2楼的往后窗去。绳索已经放下去了，妇人孩子先下，青壮年断后。按房号走，不许回头拿东西，命比银子值钱。低头捂住口鼻，顺着侍卫走，别抬头。侍卫守住2侧出口，先把楼梯上的人疏开，不许推搡。1楼齐了，都出来了。2楼还少3个人。最里面那间还有个腿脚不便的张老头。陆大成，你给我回来！你的腿！鲁大成呢？他又上去了。什么满？救人！还能走吗？腿使不上劲儿了。那就爬！你拉着人往前爬，我在前面拽你，别松手！快，撑不住了！王爷这只手可抓软了，摔下去我可赖你。少说一句，能轻半斤。本宝差一就从求生系统变成陪葬系统了，你们玩命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？东家，王爷，救命之恩！先别磕，你要再敢二话不说冲回去第3次，我先打断你另一条腿，省得你乱跑。普通木炭只会从外向内慢慢烧，这块炭却是从里面炸开的。有人把火种藏进救灾炭里，跟着送炭的车混进来的。这场火不是意外。现在相信沈家是被陷害的了。本王只相信证据。沈家假救灾，真谋反！地府客栈藏囊私兵，走水是在烧反罪证。火才刚烧起来半个时辰，罪名就已经传遍京城了。火没烧死你，他们准备拿口水淹死你，这招比放火损多了。滚出京城！滚出京城！严查沈家，还朝廷公道！昨晚我们还在雪地里救他们，今天城里都传遍了，说咱们是自己放的火，再假装救人收买民心，背地里养私兵准备谋反。不是的，火起的时候，你家人还在城南住着呢，敢替沈家说话，明天遭殃的就是你们全家。不是所有人都信了谣言，是有人让他们不敢说真话。东家，12家商户同时递了退租契，说
说不租了。城里的粮行布庄也都烧了化，从今往后不再给鬼街供货，怕受咱们牵连。东家，对不住，不是我们忘恩负义。魏党放了话，谁继续留在鬼街做生意，家里就别想在京城立足了。我们也是没办法。想走的都走，我不拦着。命只有一条，没必要陪着沈家赌。可铺子一空，鬼街的生意就全断了，咱们拿什么赔人家损失啊？生意断了还能重开，人心被逼散了，才是真的捡不回来。别收了，别签了，爹去找以前的同僚说清楚，他们不能这么泼脏水。奉旨，户部暂署尚书沈贵才涉嫌焚毁北仓旧账，聚众扰乱京城，饲养流民，意图不轨，案情查清之前，即刻停职候审，不得擅自离京。沈大人，交官印吧。爹，半个月升3级，一眨眼什么都没了。官没了，罪责是不是就能轻了？我爹都已经停职丢官了，为什么命珠还在灭？没道理啊！丢官只能让他以后碰不到新的军饷账，踩不到新坑里。可魏崇山已经把贪墨、通敌、毁账、贻误军功的罪名一股脑全往他头上扣了，黑锅已经扣严实了。所以只要这些罪名还在，就算摘了官帽也没用。没用，菜市口砍的是人，又不是官帽。总不能说我辞官了，你们别砍我，人家就停手。半个月升3级，一天就打回原形，跟做梦似的。你以前不是总说当官不如赚钱自在，天天应酬累得慌。爹说说而已，真丢了还是有点疼。疼说明还知道自己错在哪儿，不算无可救药。你这安慰人的本事真随爹，能把人安慰得更堵心。还剩多少时间？说准点。照现在这个熄灭速度，撑不到原定的第49天，可能还要再提前小半。警告：沈家死局风险突破上限，一次性紧急脱离权限开启。继续任务：留下查知军小案真相，与沈家共担死局，生死未知。放弃任务，即刻解除宿主与沈家身份绑定，今夜安排独自离京，保你平安。只能我一个人走。紧急权限只保护宿主一人，你爹、鬼街的人，还有所有牵涉军饷案的人，都留在原来的死局里。该怎么样还怎么样。离开以后呢？改名换姓，去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。只要你不再回来，不再掺和这件事，就能安安稳稳活下去。老爷，小姐屋里还亮着灯呢，要不要送碗热汤过去？别进去，他跟着我折腾了这么久，让他安静歇一会儿，别去烦他。可是鬼街那边的赔偿银、医药费还等着您拿主意。从我的私库拿，我是冲沈家来的，不能让别人替咱们白挨，该赔的1分都不能少。只要按下去，今夜你就能彻底离开这个烂摊子，安安稳稳活下去。客栈都烧成这样了，还捡这些做什么？留着当念想。房子烧了，手艺还在，东家不赶我们走，我们就能把客栈重新盖起来，比以前还结实。西侧2间铺子只烧坏了屋檐，修一修还能开门，损失不大。人都在，就不算全毁。你都停职了，私库那点银子都梗赔吗？拿什么赔？爹这些年还藏了一点家底，够赔。一点？这串钥匙都快比本堡的小棺材沉了，你管这叫一点？这些银子干净吗？干净的先赔，不干净的等查清以后，该退的退，该罚的罚，爹1分都不沾。我是冲沈家来的，不能让别人替我们白挨。你原本就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他们也不是你真正的家人。走了，就彻底解脱了。刚来的时候我也这么想，觉得就是一场游戏，输了大不了重来。可人心不是账，不能说一句不认，就当从来没有过。这是唯一稳妥的活路，你怎么给拍碎了？那就不走稳妥的。我爹犯过什么罪，贪过多少钱，背了多少黑锅，
我陪他一笔一笔查清。鬼街的人是我留下的，我就得带他们活着走出去，不能让他们替沈家陪葬。要活一起活，要死……行，知道了。本堡的棺材在几几，勉强还能多装一个，买1送1，划算。闭嘴！藏什么呢？鬼鬼祟祟的。没什么，都是些陈年破烂，不值钱。我已经不走了。啊？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也别想再瞒我任何事。打开。能让贪官爹藏得这么严实，里面不是银子，就是要命的账。爹，10亿军饷到底有多少经过了你的手？30万两，这是经过你手的全部银子。是。10亿军饷案里，你只拿了30万。爹贪，但还没本事一口吞下10亿，没那么大的胃口，也没那么大的胆子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30万也够你带10几副好家了。谁给你的？魏府，他们让我在3份北仓军饷账上签押，别问银子去了哪儿，也别管账对不对得上。你明知道账有问题，为什么还签？那时候爹欠了赌债，又一门心思想往上爬，眼睛都红了。魏府把3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摆到面前，爹没忍住。钱呢？还债、买田产也拿去喜乐挥霍了。后来害怕，也补过几户被我牵连的小吏，给过他们安家银子。补偿不是赎罪。爹知道，30万封口银，一文都不能从账上抹掉，沾了手就得认。这30万的来路去向，我会替你查清。该退的退，该罚的罚，半分都逃不掉。爹都停职了，你还真准备亲手送爹进牢房？你犯下的罪，必须认，但你没做过的，也别想有人往你头上扣。10亿的黑锅，不能让你一个人背。你既然收了钱，签了字，为什么还敢记私账？就不怕魏崇山发现？签完第3份假账，爹才彻底看明白，魏崇山不是要带我一起发财，是在把所有经手的痕迹全留在我身上。等事发了，我就是最好的替罪羊。所以你给自己留了后路。这本账救不了我，但至少能证明10亿军饷没有全进沈家口袋。真到抄家那日，也许能换你一条命。你拿我的命当借口犯错，又拿自己的命替我留后路。沈贵乾，你这辈子的账确实算得够乱。军饷转出之后，为什么会多出一笔山货？户部什么时候采过山货？户部从来不采山货，这不合规矩。49笔山货银加起来，正好是10亿军饷的70%。没有膻味，只有血味。山货不是货，是这70%军饷被送去的地方。10亿军饷被分成了2条路，70%写成山货，转进不断改名的代号商号，一层套一层，藏得极深。剩下30%从北仓账上做成军粮损耗、军械报废，悄无声息抹平。2条路看起来各走各的，互不相干，可银票最后都要经过钱庄才能兑出去，总能汇到同一个地方。绕法不同，弯弯绕绕一大堆，吃钱的是同一张嘴。东家，我把鬼街旧牙行留下的租契、商会旧册全翻遍了。兴隆号、庆丰行、顺达商盘，名字换了10几个，隔半年就换一次招牌。可背后的掌柜管事，翻来覆去都是同一批人，最后归谁管？永泰钱庄，所有兑票最后都从这儿走。永泰钱庄的东家魏勇是魏崇山的亲侄儿。49笔钱换了49层皮，最后都进了永泰钱庄，一分都没跑。别家钱庄存银子生利息，这家钱庄存脑袋催人命。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5字入仓是户部的规矩？不是户部的记账规矩，从没见过这么写的。
这剑怎么只剩一半？断剑！不是半支箭，是有人故意只盖了半枚暗印，怕被人发现。前路已经找到了，现在得弄清楚这7成军饷最后换成了什么东西，又藏在了哪里。北境军械间的旧砚牌，兀自批次专用。就是你一直贴身带着的那半块。3年前，一批兀字号军弩刀甲和弓箭在押运途中离奇失踪，押运的军士全部下落不明，最后只找回这半块砚牌。同一年，魏崇山让我签了第1份假军饷账，时间刚好对上。前路和失踪军械发生在同一时间，走的同一条路线，至少有一部分军饷被人用来购置、转移了这批军械。军械现在在哪儿？不知道。若这些兀字号军械至今还在被人使用，背后就可能藏着一支不该存在的私兵。有原账、对票、代号、伤后，再加这枚军械暗印，够不够抓魏崇山？不够。还不够？都串成一条线了。私账是沈贵长自己记的，魏崇山可以说是你父女2人伪造，钱庄在魏勇名下，他可以推说足值被主，自己毫不知情。折弩暗印只能证明钱账与失踪军械有关，不能证明是他下令转移私藏。要定他的罪，还缺3样铁证：货在哪里，谁下令改道，谁如今还在使用这批军械。前2样找旧人旧证去挖，最后1样得逼他们自己露出来。没有铁证之前，绝对不能惊动魏崇山，打草惊蛇，他会毁得一干二净。可他若知道我们已经查到这里了呢？那他会先毁证，再灭口。相爷，沈满满查到永泰钱庄了，还拓出了折弩暗印，看样子知道了不少。 49家代号商号全部连夜关掉，账本印证全烧了，别留尾巴。那些知情的掌柜和仓役呢？要不要？能送走的，连夜送出城；送不走的，让他们永远闭嘴。他们要找货，那就先让所有知道货在哪儿的人 消失。查了16日，商号没了，人跑了，证据也快烧干净了，越查越干净。至少原账还在，只要账在，就不算数。 这封信是谁写的？我兄长。3年前，他驻守北境第1军阵。那年冬天雪大，送到军中的棉衣塞满烂絮，弩箭只到了一半，军粮也掺了沙子。他和3000边军都没等到下一批军需。所以你一直死咬着10亿军饷案不放。我查的不是11两银子，是那些没能穿上棉衣拿到弩箭的人，到底死在谁手里？ 不能让他们白死。郭修远，若最后的证据证明我爹犯的罪足够判死呢？依法定罪。好，他该认的罪，我不会替他遮掩。他没做的，也不能让他背黑锅。10亿的账，不能全算在他头上。原账交给你。不怕本王连沈贵田一起定罪？怕。 但比起把账藏在沈府，等着魏崇山再来放一把火，连人带账烧个干净，我更怕真相永远见不了光。原账暂存王府密库，重兵把守。你留一份踏本，账箱进出由你我两边的人同时签押，缺一不可。这次不许背着我改安排。好。一份要命的账。 现在有2个最不肯让步的人一起看着，魏崇山想动手难了。
圣上急召晋王沈曼曼入宫。北境第一军阵800里急报，军粮只够支撑12日，棉衣、药材和军械均有巨大缺口。首批军需10日之内必须送抵军阵，迟了军阵就守不住了。算上今日，只剩10个日头。清点京中官仓与备用仓后，6成军需可以直接起运，2成能够修复，剩下2成缺口必须重新筹办，不然凑不齐数。用车赶往第一军阵，路上至少需要5日。5日之后，第一批车队必须出城，晚1天，军阵就多一分危险。为何交给我？臣女并非户部官员。你能调动鬼街商户、残工坊，也能修军械，这点没人比你合适。户部拨款，顾修远监督，你负责筹办、验货与调度，出了岔子，唯你是问。军需按时送到，沈家可减贻误军机之罪。若再出差错，新账旧账一并清算。刚丢掉美官印，转头又捡到一枚催命印。唉，真是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。京城几家大商后都受魏党控制，是魏崇山的人。他们要是同时断货抬价，5日根本凑不齐，铁定误事。所以不能找大商后，我们找这些。棉衣分给全城小裁缝铺，药材分给小药行和乳胶商和油商，连针线铺都算上，一家交10套、20套。魏崇山能关10家，他关不丢全京城。把大单拆碎，化整为零，他就不知道该先掐哪一家。等他反应过来，货都凑齐了。听着很聪明，可为什么又要花这么多钱？刚攒点家底，又要散出去。因为这是军需，是救命的，不是你那点棺材本。能修，换个机架，重新紧弦就能用。但送到军中的东西，不能只求能动，得扛得住北境的风雪。第一道，商户交货时查数量、查外观，不合格当场退回。第二道，残国放拆开出验，里子面子都查，有残次直接修。第三道，进王府复显封箱，盖印之后才能装车。3道印齐了，才能算合格，少一个都不行。若有人在中途换货，以次充好。每一箱写明商户、验货工匠和押运人，名字定死。货出了问题，顺着名字往回找，谁的锅谁背。这不像送货，像提前排好谁先砍头。不会说话就少说，没人让你砍头。发现什么了？折弩印不只是军械笔好，印记下面还藏着一座仓的编号。哪座仓？北郊兀自军械仓。东家，第一批军需走官道，也要经过北郊，路线刚好挨上兀自仓。军需还没出城，先把藏了3年的仓找出来。明面上的仓号只能找到地面官仓，若现在带人明着搜，对方只要提前转走军械，我们最后只能找到一座空仓，打草惊蛇。那就不搜，逼他们自己带路，自己挪物。放出消息说元帐天亮前要送进宫呈给陛下。魏崇山若想毁帐，就得连夜动手；若怕帐里暴露兀自仓，也会立刻转移军械，一动就露尾巴。抢帐的人负责引路，本王跟在后面找仓。假帐留在王府书房摆的体验点，真帐由暗卫走宫中采买通道，混在药材里送入大内，稳妥。我亲自送。魏党盯得最紧的人就是你，你走太招摇，容易出事。这是我爹的命，不是一份普通公文，我不跟着，不放心。路线、时辰和护送人选都写在这里，你看过，同意之后，本王不临时更改。记住你说的话。
跟上，别太近，别惊动。木匣有人追，往北边去了。侧门也有人出府，混了才打车，两边都盯，宁杀错，别放过。一份真账，一份假账，两拨人各追各的。现在就看谁先把脑袋送错地方。真正的藏在地下。王爷，魏相上奏，请陛下提前预审，50的预审改到辰时。护送元璋的人进宫了吗？没有，宫里没接到人，属下沿路找过来的。王爷，现在回城，快马加鞭也赶不上辰时预审了。发信号给另一队，找护帐的人和元璋，本王继续追仓。沈贵才经手北仓账目3年，49次签押俱在，笔记核对无误。所谓元始私账迟迟不见，恐怕根本就是子虚乌有，是沈家攀扰的托词。元璋正在送往宫中，请陛下再等片刻。送账之人何在？元璋没到。陛下，人证物证皆无，只剩沈贵才亲笔签押，证据确凿，请陛下定罪，以安民心，以正军法。签押只能证明沈贵勤爱守并违规放行，尚不足以证明10亿军饷全部由沈家侵吞。军饷案情重大，元璋又未能按时呈上，疑点难消。沈贵才暂押天牢，待元始账班验明后再审。别急啊，闺女，爹身上肉多，牢里凉快一点，冻不坏。闭嘴！屋子官仓后方还有一处地下入口，藏在采石场里，军械车已经进去了。我记下了路线和暗哨位置。元璋呢？护帐暗卫失联了。所以你明知道预审提前，还是继续追了下去。即便立刻回头，也赶不上辰时，回去也改变不了结果。我不是怪你追仓，我怪你发现计划有变后，还是一个人决定。仓更重要，我爹先入牢也值得。当时只能选一边，那也是我们2个人该一起承担的选择。魏党已经盯上你，本王不想让你再冒险。你和魏重山的目的不一样，可你们说的都是同一句话。我替你决定，是为了你好。保护不是把我排除在外，下次再有选择，告诉我，让我自己选。王爷，城西巷口找到一支血箭，是咱们的信号。应该是护帐暗卫留下的。元璋还没丢，我和你一起去。这一次，先说清楚怎么找，谁做什么。先救人，传医官。王爷，属下以为你会先问账。账不会流血。账找回来了，下一步怎么用，我们一起决定。先记住你今天这句话：一个终于学会先救人，一个终于肯暂时不翻旧账，不容易啊！本宝都快感动了。元璋找到了吗？找到了。那就好，那你拿着账走，别再掺和了。爹明日就把10亿军饷、毁账和通敌全认下来，把罪都揽了，换你出去安安稳稳过日子。你收30万封口金，签过3份假账，这些是你做的，你自己认，我不拦着。10亿军饷和通敌不是你做的，一样都不许多认。想替人背黑锅，没门儿。可只要爹认了，替我送死不叫负责。把自己的罪认清，别人的罪一笔不背，堂堂正正站着受罚才叫负责。以前总想着替你把路铺好，让你少摔跟头，没想到你长大了，连爹该走哪条路都管。
谁让你这条路越走越像黄泉路？熟路，本狗可以带路，专业的。东家，3家大布庄和2家药行同时毁约，说不敢得罪魏党，不肯供货了。棉衣还缺1600套，伤药还缺80箱，再凑不齐，明天铁董出不了城。大商号不肯交，那就不等他们。只剩1天了，还能去哪里找？临时找小铺根本凑不齐啊！全城找。1600件，一家做不完，100家呢？一家只做20件，有现成冬衣的交冬衣，有半成品的补内衬。今日申时前送到簋街，当场结账，不拖欠。20件也算朝廷军需，传出去不怕人笑话。1件合格就算1件，能救命的就不算笑话。药行也不必一家凑齐80箱，止血药、冻伤膏、退药散，能交多少交多少。簋街统一配箱，统一验收。别人筹军需找大商号走冠面，排场大得很，你筹军需恨不得连街角卖针线的开缝衣铺的都不放过。大商号能被魏崇山一下掐住喉咙，一荣俱荣，以损俱损。全城几百家小铺散在各条巷子里，他掐得过来吗？我带人送单，哪家缺布缺线缺车，现场调，交货一批就立即送回簋街验收，绝不耽误。你以前不是最怕单事儿，出点错都要慌半天。跟东家这么久，光学会算账有靠账，没学会扛事儿，太亏。那日簋街被泼脏水，我没敢替沈环家说一句话。我今天也不用说，衣服做暖一点，针嚼密一点，别让北京的冰娃子冻着就够了。20件，1件不少，保证厚实。只差300套了，可剩下的铺子都交得差不多了，再晚就来不及验货封箱了。听说沈小姐还差300套棉衣，鄙人连夜清了库存，特意送过来，1件不少，正好补上缺口。永科布庄不是今早才派人来说毁约吗？怎么这会儿又送来了？生意嘛，总有回转的时候，都是为了朝廷军需，应该的。天快黑了，数量齐全，赶紧盖印装车吧，别耽误了正事儿。先验。300件，全是这种东西。货数倒是凑够了，哼！可这300件一送到北境，川上的人就该准备下葬了。只剩7个时辰了，误了军需是杀头的罪呀！外面看不出来，先把印盖了混过去，到了北境天寒地冻的，谁会拆开检查？我会。这3件保留原样，交晋王府作证，1个线头都不许动。其余棉役暂扣。掌柜涉嫌伪造军需，以次充好，一并压下，听候发落。凑不齐，你们都得死！外层布料能用的全部留下，洗干净消毒，烂絮全部倒出来，换好棉，重新锁边钉扣，1件1件重做。不盖印，数字就差300，交不了差，只剩7个时辰，重做来得及吗？凑不齐，我担罪。但我的名字不盖在送人去死的烂货上。拆内衬，填新棉，锁边钉扣，
4组同时做，各干各的，别扎堆。好棉来源，重量经手人，全系在相册上，一件都不许。军弩与刀甲全部通过复验，合格。商户交货，残国防出验，王府复验，3道都过才能盖我的印，少1道都不行。东家，棉衣12000套齐，商药军粮军械全部装箱验收封箱完毕。装车，天亮出城。东家，出不去了，北上3座城门2条官道全部加了巨木，城防营守着，说什么都不让过。回户部排队复检，最快也要2日才能重新放行。咱们赶不上北境死线了。这是户部下发的临时封运令，盖了户部大印。城防营只是按文书拦车，咱们硬闯不行。这封复演令的时辰是昨日午时。昨日午时？他们在货送来之前就已经写好了军需掺假的罪名，就等着我们往坑里跳。货活了，路死了。他们想让我回户部，等着被他们拿捏，我偏要让这批军需今日出城。东家，咱们到底是送军需，还是顺路把红白新事一块办了？封运令只拦挂军需旗，持官运文书的大车队，民间商队，他们没道理乱扣。这些货由鬼街小铺分头交付，走的都是民间常走的商路，来路去路都查得到。每支车队都有真实买卖契、货物清单和行路凭证，守军可以逐箱查获，但不能无凭无据扣押普通商旅。18支车队不同时辰出发，不走同一座城门，出城后再绕去北道会合，别凑成一堆招人眼。棉衣装进婚嫁车当陪嫁，药材混进香料车盖味儿，军粮跟着赶集粮队走，稳妥。那这个呢？总不能也是军需吧？这个负责让他们查，查够了自然就放行了。不会又是我去吧？因为你长得喜庆，往那儿一站，比棺材还像送葬的。让一让嘞，误了吉时，今晚去谁家串门可就说不准喽。站住！开棺查验。石料、纸钱、香烛一样没少。各位官爷要是不放心，干脆躺进去亲自验验，小的给您盖棺。滚！赶紧走！没问题，放行。送军需送成娶亲的，咱们也算独一份了。北境将士看到这些红盖头，怕不是以为军粮还附送媳妇儿？少说话，藏好你的小官子，露馅了先拿你挡箭。相爷，真正的军需拆成了18支民间车队，已经分散出城了。我们的人盯漏了大半，能骗过城门，却绕不过北道。18支车队散得再开，终究要在北河前汇合。丰益站、断石桥，让他们寸步难行。若他们仍不停，硬闯呢？开北郊地下仓。相爷三思，那批失踪军械一旦动用，便会留下铁证。军需若真送到第一军阵，我们留下的就不只是证据，是一条能砍本相脑袋的路。舱门终于开了。失踪的军械全在这里。先记位置和数量，不要惊动守卫，拿到证据就走。你是谁？3年前，押运物字号军械的车夫。军械到了北郊，他们逼着我们换车改路线，送进这座地下仓。押运的军士呢？不肯改道的全死了，都被扔在后山了。
我认路，被留下来给新车队带路，才苟活到今天。谁下令转运的？命令都是经永泰钱庄递进来的，从没见过主事的人。魏勇怕自己也被灭口，把带双印的对付账藏在钱庄柜台的暗格里。立刻潜回京，交给留守暗卫。取账抓人，务必在魏勇毁证前赶到。有人闯仓，警戒！烧仓！一个活口都不许出去，让他们跟证据一起化为灰！王爷，剩下的账还在里面。先救人！账没了可以再查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这座仓里的军械，今晚已经运走一批了。运去哪里？北道，他们要用这批军械拦奉旨送往第一军镇的车队，要把人活全扣了。快马传信给沈满满，魏重山不是只想断路，他准备直接杀人夺货。钱掌柜命挺硬啊，棺材都出城200里了，人还没躺进去。按朝廷军需令，调换一马，补给草料。对不住了，沈小姐。户部有令，所有北上军需未经复演，一律不得调用官驿车马，小人也不敢违抗。货都出城2日了，他们还追着疯马，要不要脸？官驿不给，我们自己换。车马坏了算我们的，军需送不到北境，冻得饿的是边关将士，那才真要人命。都记明，所有损失，回头由军需账照价赔付，一文不少。沈小姐，东侧山道被落石封死了，全是巨石，清不开，只剩北河石桥能走。一马断了，山路堵了，现在连最后一座桥也炸了，这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啊！立刻回京，交给留守暗卫。永泰钱庄的双押账，必须在魏勇毁掉之前取出来。你进了暗仓，找到军械和活证了，还有一批物字号军弩，正往这边来，目标就是我们这支车队。重车肯定过不去，冰面撑不住。那不还是死路，飞过去啊！车过不去，货可以。你有办法？我以前在北境辎重营待过，见过兵卒在洞河上运军械，拆车铺路，把货拆清，用绞盘一批批拉过去，冰面分散承重，能撑住。在冰上铺路，这不是运军需，这是给全车队一起选目的，兵一列全得位于。拆车，今夜就在冰河上铺出一条路。旗内能走，黑旗外谁都不许踩，踩塌了谁也救不了。伤药和棉衣先过，接着运军粮，重型军械最后拆回运。为什么不先运最贵的军械？军械最要紧啊！真要是兵撑不住，至少将士还有药治伤，有衣御寒，有饭充饥，器械没了可以再做，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过去了吗？过去了吗？你捂的是我的眼睛。
完好无损。别停，下一批，快！追兵到了。罗霄，谁？魏府5倍统领，专替魏崇山训练司卫，手上沾了不少人命。奉令查购伪造军需，识相的放下货物，束手就擒，还能留个全尸。拿失踪3年的5字号军母查购朝廷正将军需，魏崇山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放箭！就是地下仓那一批，一模一样。失踪军械，暗藏活证，现行袭击。第3样证据，自己送上门了。继续，别停！你们挡不了多久。不必挡一夜。挡到最后一件军需过江就够了。先送弩架，再送弩臂，核心积木最金贵，最后走。左边第3个绳结松了，再松1寸，剩下的全得下河喂鱼。陆师傅，快回来！箭都落到脚边了，滑道歪了，最后一架弩就过不去，前面的苦就白吃了。别硬拉，再拉会把滑道扯断，兵也得裂。东家，你回来，太危险了！木牌卡住了，远处看不见位置，调不动。我把滑木压下去，你们听我号令再拉。瞄准薄冰处射，我看们怎么过去。最后一架重弩接到了，全齐了。弩已经过河了，松手！快松开绳子！绳缠住了，解不开。火是过去了，人要下去了。货过了，人也捞回来了。本堡今天总算不用临时加床位，差点以为要就地开张。横箱编号、货物数量、经手名单，全部相符，一样不差。棉衣合格，棉后珍密，军粮药材足数，没看金没看假，军械可以使用，弩机上弦顺畅。点最高军风。兄长当年没等到的东西，今日终于到了。以后每一批都要到，不能只到这一次。第1军阵点燃最高军风，首批军需已经足数抵达，北境危局暂解。沈贵才原定今日处决，既有军饷新政与筹办军需之功，暂缓3日，重新会审。最后一颗命珠，冻结3日，不是多了3天寿命，只是死局暂时停了。3日内定不了主谋，珠子照样会碎，该砍头还是砍头。够了，3日之内把真正该跪的人送上公堂。启禀陛下王爷，永泰钱庄暗格已经打开，魏勇的双压帐找到了。第1证，帐证。双搭帐中每一笔军饷转出，均有魏勇私印与魏相朱批，共计49笔，合计白银7亿两。一本伪账也敢定本相的罪，简直
荒谬。笔记经核对，与魏相历年亲笔奏折完全相符。49笔银款也与沈贵才记录的7成山货账逐笔对应，分毫不差。魏相可以说私账是假的，总不能连自己写了几10年的字也一起不认吧？第二证，人证。永泰钱庄为何替49家代号商号转银？背后是谁主使？没有相爷的猪皮，钱庄1两银子都不敢放，都是相爷让我做的。魏勇，你为了活命，竟敢攀咬本相，是你说的。所有牵押都留在沈贵才身上，出了事，只要把他推出去顶罪，谁也查不到魏家头上。现在你倒想撇干净了？3年前的兀字号军械去了哪里？押运途中，有人执魏府武备牌逼我们改道，说违抗者格杀勿杀。军械根本没送去第1军阵，全被拉进了北郊地下仓封了起来，待人接货，亲手杀了不肯从命的军士的，就是他。第3证，现行。罗霄率魏府司卫于北河截杀奉旨军需车队，意图毁获灭口。他们当场使用的正是3年前失踪的兀字号军械，剑支、弩仪、批次完全吻合。账证证明谁出钱，谁下令。车夫证明军械如何改道入仓，死了多少人。罗霄则亲自证明这批失踪军械至今仍由魏府司卫使用。仅凭几个叛徒和1支箭，还有你亲笔留下的49道朱批，即刻收押，查封相府，移交3司会陈。钦此。没有沈贵才签字放行，本相的账也出不了户部。沈贵才，你可认罪？认。你明知北仓账目有假，仍收受魏府30万两贿赂，在账上签押放行，你的签字令后续10亿军饷案有了可供栽赃的经手人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是臣贪财贪权，自己把脖子送进了别人手里，活该。你为北境筹办军需，又协助查清主谋，功不可没，可为父求情，酌情减刑。他没贪10亿，不能替魏崇山背黑锅，该洗清的要洗清。可他收的30万，签的3份假账，也不能因为是我爹就少算半分。该罚的要罚，你自己的罪自己担。养女儿20年，到头来连一句轻点判都捞不到。轻点判了，下次你还敢？不敢了，真不敢了。沈贵才削职为民，终生不得入仕，非法所得30万两全部追缴，用于补偿受害军户与边军，另判北境营造司服役10年，受监管修造军需，以功抵罪。沈家满门问斩原判，即刻撤销。沈满满及沈府无罪家眷即日释放，官复原产。鬼街经查查，并非10亿军饷赃产，解除封并，仍归原契所有，商户可自行回猜。10亿军饷死局已破，沈家满门问斩结局已改，奸臣求生任务完成。任务完成了，就这么成了？等等，本宝的棺材呢？我那么大一个棺材呢？系统界报中。本宝不会也要跟着任务一起没吧？我不要消失！小姑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看得见本宝了？系统驾帮完成。小皮解除隐匿状态，获得独立实体，可自行决定去留。这些日子天天在满满身边嘀嘀咕咕骂我的，就是你。以前是背后骂，从今日起可以当面骂了。我能把它退回去吗？哪儿来的送哪儿去。系统已经戒保，概不退换，你就当多了个管账的。任务是完了，本宝也自由了。那你还跟着我？你花钱太危险，大手大脚的，没人看账，本宝不放心，回头又把家底散干净了。
不叫参过坊了。以后不按谁缺了什么分人，只看每个人会什么手艺。能干活的，都算百工坊的人。北境之需修造器，3年期，公开账目，按件结算，由营造司和军镇共同验收，不搞暗箱操作。这一次，先给你看完。签不签你自己决定，我不替你拿主意。工钱按月结，不得拖欠。伤残工匠与普通工匠同工同酬，不得歧视。情况都可以加，你觉得不妥的都可以改。以前我签一份账，只看最后能拿多少钱，你签一份契，恨不得把每个字儿都审3遍。所以你去服役，我管账，分工合理，一个踩坑，一个填坑。甲队装货送第1军镇，乙队送北河少佐，每一箱都先核名字，再核数量，错了回头自己扛回来。沈叔，营造司监官催的落印呢，您看看。少了3根榆木，多报了2个人工，没查清，不签。你如今只是受监管的账房，没有官印，签了也不算数。较这个真做什么？没官印，也得对自己写下的字负责。任务都完成了，不用再散财保命了。你还这么花，不怕又把家底放光？唉，回头你爹又要心疼了。以前散财是为了躲死，以后这钱花在能让人好好活下去的地方。沈满满，你又把这个月的利润全拨出去了，那是我准备赎身以后养老的钱。爹，钱没了还能挣，养老银余额0，棺材本余额也0。你闭嘴，再说话扣你口粮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期待您的订阅好评哟。